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肥胖之岛的行列。统计显示，台湾45岁以上的人，不分性别，有 50% 以上是肥胖， BMI 24到27或超重， BMI 27或以上。由于40到64岁的人之中至少有3种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中的一种，而且 50% 的人腰围很大。大肚子是肥胖和各种疾病的前兆。根据营养状况变化调查发现45岁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在45岁前，男性的代谢症候群盛行率只有 21.8%， 女性更只有 9%， 但一过45岁，男性的代谢症候群盛行率达到 39.7%， 增加 1.8 倍，女性则达到 32.7%， 暴增 3.6 倍，增加幅度甚至是男性的2倍。女性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因为荷尔蒙会影响脂肪的分布和堆积。停经后，女性失去了女性荷尔蒙的保护，腹部脂肪的堆积速度比男性快得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肚子比大屁股更危险。而为什么代谢症候群是量腰围不是量臀围？这是因为腰部主要是内脏脂肪，跟臀部、四肢常见的皮下脂肪是不一样的。内脏脂肪对身体的危害更高。脂肪可以根据其位置进行分类。1. 内脏脂肪，它主要积聚在腹部器官周围，起到固定器官的作用，同时维持器官的正常功能。肝脏是最常见的，但它也可以积聚在肠黏膜、腹膜和胰腺。当超过一定的阈值时，就会形成脂肪肝或脂肪胰，腰部变得更粗。脂肪细胞激素的分泌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和内部器官的炎症。2. 皮下脂肪，它大部分储存在四肢和臀部，在那里发挥着为身体储存热量的作用。当皮下脂肪没有地方堆积时，就会堆积成内脏脂肪。当脂肪细胞激素被分泌出来时，体内不太可能发生炎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被损坏。因此大肚子是一个比大屁股更重要的警告信号，其标准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过去看脂肪时，健康标准是由腰臀比决定的，因为每个人的比例不同。但后来人们意识到，臀部脂肪是皮下脂肪，其风险与内脏脂肪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内脏脂肪被分离出来，由腰围来判断。那么正确的腰围是多少呢？男性应小于90厘米，女性应小于80厘米。特别是在流行病期间，肥胖者的免疫系统较弱，更容易生病。如何正确测量你的腰部尺寸？呼气并放松腹部后，测量连接肋骨下端和肠子上端的中心线膈肌和髋骨之间的边界，这就是腰围。如何判断你是假瘦还是真胖？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析，看看你到底是谁。要知道你是否超重或体重不足，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你的体重或 BMI 身高与体重，但事实是许多人是假瘦或真胖。你知道吗？专家告诉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一个更有价值的指标是身体成分分析。何谓身体组成分析？身体成分是由水、蛋白质、骨质及脂肪所组成。身体组成分析即是藉由仪器测量出您的身体各个成分所占的比例如何，评估自己是否过重、脂肪率过高、是否水肿、营养状况如何、肌肉量是否足够等，进而拟定目标，朝更健康的路途迈进。事实上，只有当体重计上的数字出现明显波动时，例如在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1个月内增加或减少超过2公斤，才应该特别关注。此外，追求减肥可能导致因太瘦而引起的健康问题，如当今常见的肌肉疏松症和骨质疏松症。与其担心体重数字，不如了解肌肉和脂肪分布，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健康和疾病风险。内脏脂肪是最大的健康风险，了解脂肪在体内的分布尤为重要。男性的脂肪一般比女性少，但女性有更多的皮下脂肪，而男性则倾向于积累内脏脂肪，这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风险。因此，许多男性在中年以后，由于内脏脂肪而形成鲔鱼肚中心性肥胖，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血脂。内脏脂肪的堆积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
除了腹部超声检查和身体成分分析外，标准是男性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小于80厘米，没过重内脏脂肪却超标，罹癌率大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键方法阻止可怕脂肪。以下是增加肌肉和减少脂肪的方法。储存脂肪以避免饥饿是生物体的本能，但许多人已经超重，再加上热量摄入过多和缺乏运动，增加了肥胖的风险。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减少脂肪量和增加肌肉量是很重要的。肌肉量越多，就越容易燃烧脂肪，越不容易变得肥胖。增加肌肉量的最重要运动是肌肉训练，而不是跑步或游泳等有氧运动。肌肉量不足而脂肪过多的人是隐形肥胖，他们努力慢跑以减少身体脂肪，而当他们1年后来检查时，发现他们做错了。良好的营养可以保持身体机能。除了规律的肌肉训练，影响体态的另一个关键是饮食。为了快速减肥而极端节食，等于宣布身体进入灾难状态，导致新陈代谢突然下降，内分泌异常，会影响身体健康。正确的减肥方法是通过每天逐渐减少热量的不足来慢慢减肥，并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你的饮食中避免精制糖，摄入大量的优质蛋白质、优质油和维生素。如果你吃得好，动得好，你就能以健康的方式改变你的体型。有3种控制肥胖的方法：每月测量腰围、减少淀粉类食物以及运动。然而，皮下脂肪储存热量，难以消除，而内脏脂肪是不健康的，可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和增加运动量来消除。以下几点应予注意：少吃淀粉，建议主食的1/3是全谷物或谷类。如果已经有代谢综合症，建议至少增加到1/2。在台湾，99.8%的19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的乳制品少于1.5杯，91%的人摄入的坚果和种子少于1份，86%的19到64岁的台湾成年人消费的蔬菜少于3份，建议他们每餐吃3小碗蔬菜。肌力训练、阻抗性运动。为了增加肌肉量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尝试用优质蛋白质进行阻力运动来增肌。通过身体成分分析了解自己。许多人认为瘦就是美，但瘦并不意味着你是健康的。为了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通过身体成分分析来了解自己的肌肉和脂肪含量，然后以正确的方式规划减肥，向健康的身体迈进。请记住，体重和身体成分都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将这些数字与你自己的数字进行比较，通过运动和饮食逐步改善，并定期跟踪，而不是追着数字跑。